如果说水星是牌桌边上那个只揣着几枚硬币的散客，那金星就是开局起手就摸到一副天牌的头号大热门。论卖相，除了月亮，夜空里最亮的那颗就是它。亮到什么程度呢？亮到它一露面，周围的星星就像被人调暗了一档，天上就剩它一颗掉在那儿，像谁顺手别上去的一枚钻石。论出身，金星号称地球的姊妹行星，它离我们最近，个头、体重、密度这三样跟地球都是8、9不离10的。45亿年前那场分家，这2颗球拿到手的本钱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有一件小事，当年没人放在心上，这颗星球自转的方向是反的。太阳系8颗大行星，只有它一个。太阳从西边升起，而且这2颗球还是邻居。金星离地球最近的时候，比任何一颗行星都近，近到用肉眼就能天天看见。看得越清楚，后来的落差就越难接受。按照这副牌本来该有的打法，这位地球的姐妹应该是个有阳光、有海岸线、有浪花拍岸的地方。然而，当人类兴冲冲地把探测器送过去，想亲眼看看这位姐妹长什么样，传回来的东西却让所有人哑口无言。这哪里是什么姐妹，分明是一口盖死了的高压锅。锅里没有海，没有岸，没有一滴能流动的水，有的只是被烤成暗红色的石头和一层压得人喘不上气的空气。起手相同，为何收场相反？故事还得从45亿年前太阳系刚刚落定的那阵子说起。当此之时，我们的太阳比现在年轻得多，也暗得多，它内部的聚变还没烧到今天这个火候，往外送出来的能量大约只有今天的70%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那时候的金星虽然站得比地球更靠里，可他手上分到的那份光和热其实跟今天的地球差不了太多。这里还有一层更有意思的账，同样是那个暗太阳，地球当年反而偏冷，冷到按理说该整个冻上，全靠一层比现在厚得多的二氧化碳把热兜住，才勉强没结冰。而金星站得靠里那么一点，正好不冷不热，位置卡得刚刚好。那时候的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一部分是星球自己冷却时从内部吐出来的，一部分是外面撞进来的冰块带来的。在这件事上，金星和地球并没有什么两样，谁也没有多分到，谁也没有少拿。如果站在那个年代的金星地表，等着你的可能不是烤到发白的碎石，而是一片会起风的水面。抬头望去，天上是厚厚的云，云是这颗星球当年最大的本事，它就是一层免费的遮阳棚，阳光照上去，一大半被原样弹回太空，剩下的那点才落到地面上。于是整颗星球的体温就被压在一个很温和的区间里。计算机模拟显示，早期的金星完全有条件把地表温度控制在20到50度之间。20到50度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夏天出门的那个体感。那是一个比地球更早，也更早就凑齐了生命门票的地方。所谓凑齐门票，说白了就是3样东西凑到一块儿：能流动的水，不忽冷忽热的温度，还有一层挡得住紫外线的空气。金星当年3样都不缺，它离太阳近，能量足，水面暖，云层稳。要是有人在45亿年前压住，压哪一颗先长出生命来，多半不会压地球。至于那片水到底有多深，铺得有多广，模型给不出一个准数。有的算法把它算成一层浅浅的，能被风吹皱的水，有的算成几百米深的海。不过不管是哪一种，只要水还是液态的，那台埋碳的机器就转得起来。这份好日子还不算短，有模型算到7亿年前，金星上可能还流着液态水，也有更大胆的算法，把这个上限一直推到10亿年以上。换句话说，在太阳系绝大部分的时间里，这颗星球都不是今天这副样子，它是后来才变成这样的，而且变得并不算慢。如果说太阳系是一张牌桌，金星此刻拿到的是和地球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副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先赢的应该是它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牌局刚开到一半，庄家改了规矩。随着太阳一天天长大，核心里的聚变越烧越旺，它的亮度开始往上爬，速度是每10亿年7%到10%。这个数字看着不起眼，可摊到几十亿年里就是一笔不小的加码。对地球来说，这个过程慢得几乎察觉不到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还这笔账。雨水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融进河里，河水一路去啃岩石，碳被裹着泥沙带进海底，压成石头锁在下面。太阳每亮一分，地球就往地底下埋1分碳，一来一回，账就这么平了。但对金星来说，同样这一程的增量是要命的。我们知道，水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温室气体，当金星地表的水开始因为变热而加速蒸发，空气里的水汽就越来越多，更多的水汽意味着更强的温室效应，更强的温室效应反过来又把温度推得更高，而更高的温度
又蒸走更多的水。于是，一个咬住自己尾巴的死循环就这么合上了。这个循环最狠的地方在于，它没有刹车。地球那套埋碳的手艺，得靠液态水去啃石头才转得动。可金星这边，水正在一锅一锅的往天上跑，水越少，风化越弱，风化越弱，碳越埋不掉，碳埋不掉，温度就更高，温度更高，水就跑得更快。两个循环叠在一起，往同一个方向拧，跑到高处的水汽也没能留住，紫外线在上面等着，一撞就把水分子拆成氢和氧，轻轻跑得快，一批一批直接甩出这颗星球，再也回不来。水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漏光的，等到地表连最后一滩水都端不出来，那台埋碳的机器彻底停摆，火山吐出来的二氧化碳就再也没人收了。这里还有一笔容易被忽略的账，石头里也存着碳，地球把碳埋进石头，等于往银行里存钱，而金星把石头烤到几百度，等于把银行的门砸开，存进去的碳又被烤了出来，存的路断了，取的口还开着，一进一出全往同一个方向走。有人做过一个很直白的对比，如果把地球往太阳那边挪一点，挪到金星现在的位置，同样这套循环也会在地球身上跑起来，海会蒸，水汽会攒，温度会飙。地球扛得住今天这一点，靠的并不是命硬，只是位置刚好还在安全线以内。这条线该画在哪？学界给过好几个答案，画到哪儿都有争论。唯一没争议的是，金星早就站到线外面去了。至于这场失控具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，也没人说得清。模型能算出它一定会发生，却算不准它到底发生在40亿年前还是7亿年前。金星在这一刻像极了那个抱薪救火的人，他想降温，可他手里死死抱着的那一捆恰恰是最能烧的柴，抱得越紧，火烧得越旺，火烧得越旺，他就越不肯松手。就这么一路抱着，任由体温飙到失控，直到整颗星球的水全部见了底。以上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版本，金星有过海，海被烧干了。这个说法来自经典气候模型的推演，讲得通，也讲得漂亮，几十年来一直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。然而近些年有人换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，这条路子不去调模型，而是去数气体，结果数出了一段几乎相反的金星身世。在那段身世里，金星也许从头到尾就没有过海，真要说有，那也只是一片滚烫的岩浆海。在这个版本里，金星从出生那天起，表面就盖着一层融化了的岩石。早期的地球其实也走过同一步，但地球站得远，往外散热快。按模型算，地球表面那层岩浆海大概几百万到几千万年就凝住了，凝住之后，水汽才有机会落下来变成雨。金星就惨得多，它那层岩浆海往天上吐出了巨量的水汽和二氧化碳，大气在这一步就先把温室效应点着了，热散不出去，岩浆就冻不上，岩浆冻不上，就继续往外吐气。模型算下来，金星这层岩浆海整整晃荡了1亿年才彻底凝固。那这1亿年里发生了什么呢？太阳的紫外线一刻不停地把高空的水分子拆开，拆成氢和氧。氢的氢跑得飞快，一去不回，剩下的氧转过身来，正好撞上地表那片还没凝固的岩浆，被吃得干干净净。氧被岩浆吃掉这件事听着抽象，其实就是生锈。滚烫的石头一碰上氧，就把它牢牢扣进自己身体里，再也放不出来。一边拆一边跑一边扣，1亿年下来什么都不剩。这意味着金星从出生就已经彻底脱水，根本没走到过有液态水的那一步。这1亿年其实也是一道分水岭。地球那层岩浆海凝得早，天上的水汽还没来得及被拆光，就赶上了降雨，落下来变成了海。金星凝得太晚，等它终于结出一层壳，水早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，只剩一堆跑不掉的重家伙。同样的一步，早几千万年和晚几千万年，结果就差出了一整颗星球。这一派手里最硬的一张牌是数出来的。研究者盯住今天金星大气里的水、二氧化碳和一种含硫的气体，算出这几样正在以多快的速度被消耗掉。既然这层大气几十亿年都稳稳地挂在那儿，那么被消耗掉的部分就必须有人补回来，而能补的只有火山。顺着这条账反推下去，金星火山喷出来的气体里，水最多只占6%，而地球的火山喷出来的东西几乎全是水汽。一颗内部干成这样的星球，很难说它当年在地表存过一片海。这两个版本，一个说金星是被烤干的，一个说它生下来就是干的。前者的证据来自模型，后者的证据来自今天的空气，谁也没办法穿越回去看一眼。两种说法孰是孰非，目前尚无定论。但不管真相是哪一个，有一件事两边都不否认，金星大气里那种重一点的氢，也就是氘，
相对普通氢的比例大约是地球的100多倍。轻的跑得快，重的留下来，比例就这么被越拉越开。这是一枚指纹，它说明这颗星球身上确实有过很多水，而且绝大部分都已经跑光了。如果只是没水，那也就算了。对生命来说，金星最要命的是它现在这身空气。在地球上，空气里的二氧化碳会溶进水里变成碳酸，这些带着酸的水流过岩石，一点一点把石头啃松，碳就跟着河水去了海里，最后压进海底的沉积层，被锁死在地壳中。烧出来的碳隔一阵子就被收进去一批，这个过程被称为无积碳循环。它是地球这台空调里最关键的那个零件，零件在，房间就凉；零件坏了，房间就一路热上去。而金星不但没有这台空调，它表面那些火山还在往外吐二氧化碳、二氧化硫和各种含硫的气体。没有雨水来收账，这些气体就一层一层往上叠，被织成了一床密不透风的棉被，把整颗星球裹得几乎喘不上气。时至今日，金星地表的气压已经堆到了恐怖的92个大气压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差不多相当于在地球的海里往下潜900多米，人在那个深度，连潜水器的外壳都要反复核算才敢下去。而金星的地面处处都是那个深度，换算成重量，每1平方厘米的地面上都压着差不多90公斤。跟着一起变的还有密度，那层空气被压得太实，密度大约是地球空气的50多倍。所以在金星地表刮风，风速其实很慢，慢到每秒1-2米，人走路都比它快。可就是这种慢风，推起东西来像一股缓缓的水流，能把探测器一点一点顶的挪位，那已经不太像风了，更像是一片流动的糖浆。所以金星的地表其实很安静，没有呼啸的风，没有那种空旷的回响，只有一片沉甸甸的几乎流不动的热空气压在石头上。苏联那几台落下去的探测器，撑得最久的一台也不到2个小时就被压坏烤坏了。他们传回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拿命换的，不光是压得慌，由于这层大气里 96.5% 都是二氧化碳，金星的温室效应早就走火入魔，它的地表热到足以把一块铅化成一滩水，平均温度460多度。460多度是个什么概念呢？把锡、把铅、把锌扔上去，全都会化成一滩。就连烧陶用的窑，温度也不过就在这个量级上下，而且这个温度不分昼夜，不分南北，不分高低，全球几乎是同一个数。金星的一个白天长达100多个地球日，可就算熬到夜里，温度也几乎不降。那床棉被把热锁得太死，白天攒下的，夜里根本散不掉。更难堪的是，离太阳最近的明明是水星，可金星偏偏比水星还热，挨得最近的那个没被烤透，站在后面的这个反倒先熟了。更可怕的是天上那层云，那些含硫的气体升到高空会撞上稀薄的水汽，在紫外线的照射下，两者拼成三氧化硫。三氧化硫再一把抓住水分子，于是金星的云里下起了纯度高的吓人的硫酸雨。但这场雨永远落不到地面，雨滴还没走完一半路程，就在半空里被烤干了。硫酸在300度上下就会气化、拆散，变回它原来的二氧化硫和水汽。这些气体又被底下的热流拖着往上走，回到云里，重新凝成一滴酸，攒够了分量，再往下掉，掉到一半再被烤散。就这么一轮一轮，这场雨下了几十亿年，一滴都没有落地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些云并不是白色的水汽云，而是一层一层悬着的酸滴。要是能站在那层云里，温度和气压反倒和地球差不多，只是身边落下的每一滴都能把金属啃出洞来。这层酸云也并不薄，它挂在离地面45公里到60几公里的高处，厚度几十公里，把整颗星球包得严严实实。所以从太空看过去，金星永远是一张没有表情的白脸，看不见山，看不见谷，看不见任何地形。人类第一次看清它的地面，靠的不是眼睛，是雷达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金星的地表其实并不是被酸雾罩着的。上世纪70年代，苏联的金星号探测器硬是落到了金星地面上，在被高温和高压压垮之前拍回来过照片。照片里的天空是昏黄的，地上是一片带着棱角的碎石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能见度好的出乎意料。真正的酸全都掉在几十公里的高处，下不来也散不掉，像一层挂在半空的天花板。高温、高压、缺水，再加上头顶那层几十公里厚、几十亿年没停过的酸云，对生命来说，这已经是妥妥的禁区了。但这还没完，金星似乎完全没有全球性的磁场，水星人家好歹还有那么一点，虽然不多，只有地球的1%左右。可金星呢，只有地球的几万分之一，弱到几乎可以当成没有。
连挨着太阳烤了40几亿年的水星都还留着一口气，它却连这口气都没了。难道说这颗星球的心脏已经彻底停了？通常来说，一颗行星要有磁场，靠的是核心里那团融化的金属不停地流动、翻搅、绕圈。金属带电，一动就生磁，就像一台不断电的机器，一圈一圈把磁场发出来。这台机器有个名字，叫发电机效应。这台机器在地球上转了几十亿年，一次都没停过。它转出来的磁场，一头扎进北边，一头钻出南边，把整颗星球稳稳罩在里面。反过来推，磁场没了，往往就意味着核心已经凉透，机器停摆。这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，听起来也很顺。然而，在麦哲伦号留下的雷达图像里，科学家发现了一件怪事。这艘探测器在上世纪90年代绕着金星拍了好几年，同一片地方，它前后拍过2次，中间隔了8个月。后来有人把这2张图重新翻出来，一帧一帧的比对，结果发现马特山旁边的一个火山口形状变了，还胀大了一圈，边上多出一道疑似顺着坡淌下去的熔岩。再往后，又有人在另外2处地方找到了新冒出来的熔岩流，一处摊开大约30平方公里，一处大约44平方公里。这些图像在档案柜里躺了将近30年才被人翻动，而拍下它们的那艘探测器早在1994年就一头扎进金星大气烧掉了。他自己已经死了，他留下的东西却在说同一句话：金星这颗心脏还在跳。同样是这艘探测器测出来的重力场分布也并不均匀，这暗示着它的内部并没有完全静下来，深处仍然可能有物质在慢慢的挪。顺带说一句，这也不是孤证，近些年还有人从大气里的含硫气体入手，这个浓度会在几十年的尺度上起起落落，像是底下有什么东西时不时补上一口气。那它为什么没有磁场呢？目前这件事至少有3种说法在打架。最直觉的那个解释是它转得太慢了。慢到什么程度呢？它自己转一圈要243个地球日，而绕着太阳跑一圈只要225天，也就是说它转一圈的功夫1年都过完了。这里要说清楚，这个1天指的是它自己转一圈，不是从日出到下一次日出。这么慢的节奏下，核心里那锅金属确实很难被搅出地球那种稳定的漩涡，发电机的地基先天就被削掉了一大半。听起来很顺，可模型算下来，就算转得这么慢，它也该挤得出一点磁场才对。所以问题多半不在转速上，更被看好的是另一条。地球的外壳是碎成好几大块的，板块互相推挤，一边下沉一边冒出来，把地幔里的热一批一批带到表面放掉，核心底下的热被抽走，那锅金属才有的可对流。而金星的外壳是一整块，没有缝，没有接口，热量在下面攒着，散不出去。这种结构被称为停滞盖构造。心脏还在跳，可它被一层闷得死死的盖子按住了，里面不比外面凉，那锅金属就懒得翻搅，不翻搅就发不出电。顺着这条线往下，还能再分出好几派。有人说是核幔之间的热流太低，底下可能还垫着一层没凝的岩浆，把散热的路给堵死了。有人说金星的核心从来没被大撞击搅匀过，一直安安分分地分着层，重的沉在下面，轻的浮在上面，谁也不动谁。也有人干脆说那颗核心早就整个凝成了实心，到底是哪一种同样没有定论。3派并存，这本身就是个信号，这件事离水落石出还差得远。虽然金星发不出自己的磁场，但它身上确实挂着一层临时的磁性结构。太阳风一路吹过来，擦过金星那层被晒得带电的高层大气，两边一拉扯，就在迎风的那一面挤出了一片磁场。风一停，它就散。这种东西被称为感应磁层，它不是金星自己生出来的，是被外面推出来的。就像一根本身不带磁性的铁钉，拿一块磁铁在旁边晃2下，它也能吸起2枚回形针。磁铁一挪开，铁钉立刻什么都不是。没有磁场这件事还有一笔后账。地球的磁场像一把撑开的伞，把太阳风都到两边，大气才没有被一层一层刮走。而金星头上没有这把伞，太阳风直接拍在它的高层大气上，把那些被晒得带电的粒子一把一把往外拽。今天的探测器仍然能在金星背后测到一条长长的尾巴，那是被刮跑的气体拖出来的痕迹。当年被紫外线拆出来的那些氢，多半就是顺着这条路走掉的。心脏不跳，伞就撑不开，伞撑不开，家底就一点一点被吹散。所以金星现在的状态说起来有点尴尬。你说它死了吧，它没死，火山口还会自己变形。你说它活着吧，它又不算正常的活着，连一丝磁场都发不出来。你说它快不行了吧，好像也不太贴切，毕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正在往下掉，感觉它更像一栋烂尾的楼，
钢筋立着，水泥浇了一半，工人不知道去了哪里。风一吹，塔吊还在慢慢的转。金星身上的怪事还不止这一件，心脏那道题没解开，他的皮肤又递上来另一道。统计陨石坑的密度是给行星表面定年最常用的一把尺子，矮的撞击越多，说明这张脸摆在外面的时间越久。可科学家一数金星，数出来的年龄只有几亿年，各家算法给的数不太一样，从3亿到10亿都有，但没有一种算法能把它算老。还有一件事更奇怪，金星表面能数出来的陨石坑总共只有1000个上下，这个数量对一颗45亿岁的行星来说实在少得离谱，而且小坑几乎看不到。原因倒是清楚，那层又厚又密的大气就是一面盾牌，小块头的石头还没落地就被烧成了灰。可就算把小坑这一笔勾掉，剩下的大坑也还是太少太新。更麻烦的是它们的分布，这些坑像被人随手撒出去一样，几乎均匀地铺在整颗星球上，看不出哪一片老哪一片新。用陨石坑定年本身也有它的软肋，它算的是一个平均数，算不出某一块的具体是哪一年铺上去的。所以3亿也好10亿也好，说的都是这张脸整体上的年纪，这在行星里是很不合理的。对一位45亿岁的老同志来说，脸上本该留着岁月的账，像月球和水星那样密密麻麻的坑，一层压一层，哪个年代挨的哪一下，翻开都还认得出来。或者像地球的大陆那样，一层一层的岩石落在一起，几十亿年的家底一目了然。但是金星没有，它的表面干净的不像话，干净到像是整过容，一点年纪都读不出来。于是有人给出了一种解释，距今几亿年前，不知道被什么触发，金星内部攒了太久的热量突然失了控，无数火山在同一段时间里一起活了过来，岩浆从地缝里往外涌，滚烫的熔岩像涨潮一样一路扑过去，把旧的地形整个埋掉，等于把整颗星球重新浇了一遍。过去几十亿年的地质账本就这么被封进了下面。这件事被称为全球性的地表重塑事件。这场翻修的规模有多大呢？今天金星表面有80%以上是平坦的火山平原，起伏很小，像是被人拿刮刀抹过一遍。剩下那些高地反倒被认为是更老的一批，是没被熔岩盖住的边角料。以上是目前最流行的那个解释，可这个解释有一个麻烦，也有人把陨石坑一个一个重新看过，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后来的熔岩改造过，盖住过一角，填平过一半。这一派据此认为，金星的脸未必是一次翻新出来的，而是几亿年来一直在小修小补，这里补一块，那里盖一层，凑到今天看上去才这么均匀，这么年轻。一次性的大手术还是长年累月的小工程，这件事同样没有定论。而他身上最难解的那一样还没登场。金星的地面转得极慢，243天才转完一圈，可他头顶那层大气只要4天就绕着整颗星球跑完一圈，比脚下的地面快了将近60倍。地球不是这样的，地球的大气基本上是被地面拽着走的，风相对地面的速度撑死也就是每小时几十公里到100-200公里，本质上是趴在地上跟着转。可金星这层大气是整块整块的甩开地面，自己在跑。这种整层大气跑赢地面的现象被称为大气超旋转。云顶那圈风有多快呢？换算下来大约每小时300多公里，跟高铁一个量级。而它脚下的地面1个小时才挪几米。这件事不是猜出来的，是量出来的。用紫外线去拍金星，云顶上会显出一道横躺着的暗纹，形状像一个巨大的字母来。上世纪60年代，有人盯着这道暗纹一天一天地量，发现它绕金星一圈正好4天左右。后来的探测器一次次飞过去，量出来的还是那个数。更奇的是两极，金星的南北两极各趴着一个巨大的涡旋，形状还会自己变，有时候是一只眼，有时候裂成2个，那是这层大衣打的2个结。那是什么在推它呢？目前比较被认可的说法是这样：太阳每天把向阳的那面大气烤得鼓起来，背阳的那面又缩回去，这一鼓一缩本身就是一种潮，只不过潮的是空气，不是海水。这鼓潮会把角动量从低处一层一层往上递，递到云顶，就攒成了那圈跑得飞快的风。听起来很顺，可要让模型稳稳当当的跑上几十亿年，风还不散架，至今还差着一口气。也就是说，这层大衣为什么能一直转下去，我们并没有真正答上来。这层大气还有一件事值得琢磨，它跑得越高越快，贴着地面的那一层几乎不动，越往上风越急，到了云顶就快到了极致。整层大气像一叠转速不一样的圆盘，一层比一层转得快，却又谁都没把谁甩散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，这层大气转的方向跟地面是一致的，都是反着的。也就是说，它
他跑得再快，跑的还是那条错的路线。还有一点很关键，这层大气一直在跑，几十年来粮道的速度虽然有起伏，却从来没有停过。它不是被某一次事件推起来的，是有什么东西在一直不停地推。一个人站在原地几乎没动，身上那件大衣却自己转个不停。金星现在就是这么个样子。这下问题更诡异了，一栋烂尾的楼怎么会突然自己浇上一遍水泥？一颗连磁场都发不出来的星球，凭什么在几亿年前掀起那么大一场翻修？一个心跳微弱到测不出磁场的病人，忽然一口气把整个家都搬完了，这说不通。近年来，一些更精细的地质与气候模拟给出了一种解释：金星把热放出来这件事，可能并不是一次意外，而是一个周期。当内部的热量长期攒着出不去，地幔就会一点一点失去稳定，攒到某个临界，趁着某个契机一次性卸掉，然后重新归于安静，开始攒下一轮，攒、卸、静，再攒、再卸、再静，一轮就是几亿年。相比之下，人类盯着金星认真看的时间，满打满算还不到70年。70年之于几亿年，大概就是眨一下眼。眨眼的那一瞬间什么都没发生，并不能说明这颗星球一直是静的。这套解释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，它把前面几件对不上的事一次性串了起来。热出不去，所以核心不对流，所以发不出磁场；热攒得太久，所以要一次卸掉，所以地表这么年轻。同一条线能解释2道题，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解释，它算得出来，却还没有被真正看见过。要看见就得等下一次开工，而那一次多半轮不到我们。也就是说，金星并非烂尾，它今天之所以这么安静，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这几十年的观测刚好落在了2次开工之间的那段停工期里。工地一直都在，只是它的工期是拿1年来计的。这么看来，金星更像一个把一副天牌打成废牌的赌徒。当开局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做成了牌桌上最沉默的那一个之后，他似乎也就不再争了，只在一轮又一轮的沉寂与爆发之间把自己弄丢了。